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陆配在台湾生产的故事。说到台湾和大陆的差异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台湾比较穷吧，发展肯定不如大陆。我的天啊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误解。虽然经济总量上台湾确实比不上大陆这个庞然大物，但在医疗福利这方面，台湾的制度可是相当先进和完善的，特别是对于孕产妇的保障，真的让不少大陆姑娘啧啧称奇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一位客户小芳的故事。小芳是江苏姑娘，通过我的牵线认识了台湾的阿伟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没多久就定下了终身。婚后小芳随阿伟来到了台湾新北市定居。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容易，语言不通，文化差异，思乡之情，这些都是小芳需要面对的挑战。丽姐，我刚来台湾时候真的好不适应啊。小芳曾经这样跟我诉苦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很多用词和说法都不一样。我说垃圾桶，他们说垃圾桶；我说洗手间，他们说厕所或卫浴；我说公交车，他们说公车，每天都像是在玩文字接龙游戏。哈哈，确实如此。两岸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，语言和文化已经产生了不少差异。不过小芳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节奏。结婚1年后，小芳怀孕了，这本该是件喜事，却因为一场意外变得有些曲折。那时候小芳怀孕5个月，某天早上起床时突然感到腹部剧痛，阿伟赶紧带她去了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是先兆流产，需要立即住院保胎治疗。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小芳后来告诉我，我在大陆时听说台湾医疗费用很贵，一想到要住院，心里就开始打鼓，害怕会花掉家里一大笔钱。小芳的担忧不无道理。在大陆，虽然现在医保覆盖面很广，但产检生产的费用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特别是对于选择在私立医院或者要求特殊服务的产妇来说，花费更是不菲。一般来说，在3甲公立医院顺产大概需要5000到1万元人民币左右，剖腹产则需要15000到2万元人民币。如果选择私立医院，这个数字还会翻倍甚至更多。而且大陆的医疗保险对生育的保障比较有限，大部分费用还是需要自费。而台湾呢，这就是让小芳惊喜的地方了。我当时超级紧张的，住院前一直问阿伟会不会很贵，他却一直说不用担心，有健保。小芳笑着说，我还以为他是在安慰我，结果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。没错，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之一。只要在台湾合法居留，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，都可以加入健保。对于像小芳这样嫁到台湾的陆配来说，只要取得居留证就可以参加健保了。而健保的好处简直不要太多，正常产检、生产住院、各种检查，健保都给予很高比例的补贴。顺产的话，基本自费不超过新台币5000元，剖腹产也就是新台币15000元左右。更不用说像小芳这种因保胎需要住院的情况，几乎所有费用都由健保承担。我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，做了好多检查和治疗，打针、吃药、各种监测，结果出院的时候只付了几千块新台币。小芳说这话时眼睛都亮了，如果是在大陆，没有10万人民币根本下不来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产假制度也非常人性化。正常情况下，女性可以享受8周的产假，工资照发。如果是难产的话，还可以增加到12周。另外，准妈妈在怀孕期间还可以请5天的产检假，对于男性来说也有5天的陪产假。这些福利可不是大陆媒体常说的台湾经济不行能掩盖的。恰恰相反，这些细致入微的社会福利恰恰体现了台湾社会的发达和人文关怀。小芳的婆婆是个地道的台湾阿嬷，一开始对儿子娶了大陆媳妇还有些顾虑，但看到小芳在医院受到的优质照顾以及健保提供的强大保障，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我婆婆当时就站在病床边，拉着我的手说，幸好你是在台湾生小孩，要是在大陆，光医药费就要破产了。小芳学着婆婆的台湾腔，逗得我哈哈大笑。不过小芳也告诉我，台湾的医疗服务确实有其独特之处。比如说，台湾的医院普遍比较重视自然分娩，
不像大陆那样容易安排剖腹产。台湾医生通常会鼓励产妇尽量自然生产，除非有明确的医学指征。这一点其实更符合国际医学界的共识。另外，台湾的医院更注重产妇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。护士们不仅会耐心解答各种问题，还会教授产后护理知识和母乳喂养技巧。这种全方位的服务在大陆的公立医院里还比较少见。有一次半夜我突然肚子痛，按铃叫护士，小芳回忆道。护士不仅立刻过来检查，还帮我按摩缓解不适，教我正确的呼吸方法。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到被尊重和关心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温暖。小芳最终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，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全部的医疗费用包括产前检查、住院保胎、分娩和产后护理。自费部分总共只花了大约新台币2万元。而如果没有健保，这些费用至少要新台币15万元以上，真的是省了大钱了。小芳感叹道，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在北京某3甲医院生孩子，虽然有医保，但总共还是花了3万多人民币。而我在台湾有健保卡真的是太方便了。是的，台湾的健保制度确实是世界一流的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，台湾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可及性、公平性和效率方面都表现出色，而且台湾的医疗技术也非常先进，尤其是在妇产科领域。不过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，比如说，由于健保给付较低，某些特殊或高端的医疗服务可能不太容易获得。也有人担心健保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问题。但总的来说，台湾健保对普通民众的保障是非常到位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，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制度，是不是会吸引大量的陆配专门去台湾生孩子呢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确实，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，越来越多的大陆女性嫁到台湾，她们也确实能够享受到台湾的医疗福利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台湾对于外籍配偶的医疗福利是有条件的。首先，陆配需要先取得合法的居留身份，然后才能参加健保。其次，如果是以短期签证来台生子的话，是不能享受健保的，医疗费用会非常昂贵。所以说，台湾的医疗福利主要还是面向真正在台湾生活的人，而不是专门来薅羊毛的。小芳的故事只是两岸婚姻中的一个缩影。作为一名相亲红娘，我接触过很多两岸婚姻的案例，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文化碰撞带来的困惑，也有跨越差异后的甜蜜。两岸同胞同文同种，却也因为长期的分隔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。通过了解彼此的差异，尊重彼此的选择，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统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先分享到这里，下次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小芳在台湾的更多经历，敬请期待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两岸婚姻的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吧，刚才我开玩笑的。我们现在继续讲小芳的故事。小芳顺利生下孩子后，她对台湾的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。产后坐月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环节，而台湾和大陆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差异。台湾的月子中心简直太专业了，小芳兴奋地跟我分享，不仅有专业护士24小时照顾，还有营养师定制月子餐，理疗师帮助恢复身体，甚至还有专门的育婴室教我怎么照顾宝宝。我在大陆的闺蜜听说后都羡慕死了。确实，台湾的月子中心行业非常发达，服务也相当周到，价格方面，一般的月子中心一个月约需新台币15到20万元。虽然不便宜，但考虑到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全方位照顾，还是很多台湾家庭的首选。而在大陆，虽然近年来月子中心也越来越普及，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价格也从几万到10几万人民币不等。但是并不是所有陆配都会选择去月子中心，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在家坐月子，由婆婆或者妈妈来照顾。这时候两岸的文化差异就会显现出来，我婆婆不让我洗头洗澡，还要我喝姜汤、红糖水，这些倒和大陆差不多，小芳说。但是台湾的月子餐特别讲究发奶，每天都有鱼汤、猪蹄汤、麻油鸡，还有各种下奶的汤品，比大陆的月子餐好喝多了。
另外，台湾对产后妈妈的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视。小芳告诉我，她在产后1个月的复诊时，医生专门询问了她的情绪状态，并提供了相关的心理咨询资源。这种对产后抑郁的关注在大陆还不够普及。我有个姐妹在大陆生完孩子后情绪很低落，但周围人都觉得她是太娇气。小芳说，而在台湾，产后抑郁被视为一种需要正视和治疗的医疗问题。这种观念差异真的很大。随着孩子的成长，小芳也开始接触台湾的儿童医疗保健系统。台湾对0到6岁儿童有完善的免费预防接种计划，包括卡介苗、B 型肝炎疫苗、百白破、小儿麻痹、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等多种疫苗，全部由政府承担费用。而在大陆，虽然也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是免费的，但很多家长会选择自费接种一些进口疫苗或者联合疫苗，花费通常在几千到上万元人民币不等。我表妹在成都生了个孩子，光疫苗就花了8000多人民币。小芳说，而我在台湾，基本的疫苗全部免费，即使是自费的疫苗，价格也比大陆便宜很多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儿童医疗服务也非常人性化。医院的儿科通常有专门的游戏区，医生护士都经过专业培训，知道如何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沟通。这些细节都让小芳感到非常贴心。有一次孩子发烧，我带他去看医生，小芳回忆道，医生不仅仔细检查了孩子，还详细解释了病因和治疗方案，教我如何在家观察体温变化，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就医。整个过程中，我感觉自己被当作了育儿团队中的一员，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指令的家长。当然，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。台湾的健保虽然覆盖广泛，但因为医保给付金额有限，医生的工作压力很大，看诊时间往往比较短，有时候一个医生一天要看上百个病人，平均每人只有几分钟的看诊时间。这被戏称为台湾医疗的奇迹，以极短的时间提供质量不错的医疗服务。刚开始我还不太适应，小芳笑着说，在大陆虽然挂号难，排队长，但一旦见到医生，通常会有比较充分的沟通时间。而在台湾，医生看病特别快，有时候几分钟就结束了，刚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。不过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也有它独特的优势，比如台湾的家庭医师制度相对完善，居民可以选择固定的家庭医生作为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。这位医生会全面了解病人的健康状况，提供连续性的照顾，必要时再转诊到专科医生。这种制度既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，也保证了医疗服务的质量。我现在特别喜欢我们社区的家庭医生，小芳说，他认识我们全家人，知道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用药历史。看病时不需要反复诉说病史，感觉特别省心。另外，台湾的健保卡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设计。这张小小的卡片里存储了个人的基本医疗信息和就医记录，可以在全台湾的医疗机构通用。不管是在台北的大医院还是在偏远山区的诊所，只要刷一下健保卡，就可以立即调出病人的医疗信息，避免了重复检查和用药冲突。这比大陆的医保卡方便多了。小芳感叹道，在大陆换一家医院看病，所有检查可能都要重新做一遍。而在台湾，医生通过健保卡就能看到我之前的检查结果和用药记录，真的很方便。说到医疗费用，台湾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看病便宜，住院不贵，重病不会破产。这句话概括了台湾健保的核心优势，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经济性。普通门诊挂号费加上部分负担，通常只需要新台币150到500元左右。即使是复杂的手术或长期住院，自付部分也有上限，不会因为生病而倾家荡产。我阿伟的叔叔前年得了胰腺癌，做了手术，还进行了长期的化疗。小芳说，虽然治疗过程很艰难，但至少不用担心医疗费用的问题。如果换作在大陆，即使有医保，这种重大疾病的自费部分也会让普通家庭承受巨大压力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大陆的医疗体系就不好，恰恰相反。近年来，大陆的医疗水平飞速提升，特别是在大城市的顶级医院，医疗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。而且大陆的医疗资源总量也在不断增加，医保覆盖面也越来越广。但是不同的制度设计确实会带来不同的服务体验和经济负担。
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小芳这样的陆配会对台湾的医疗体系赞不绝口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两岸可以互相学习。小芳很有见地地说，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健保制度的设计理念和运作模式，而台湾也可以学习大陆在医院信息化和互联网医疗方面的创新。我非常赞同小芳的观点。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两岸婚姻的红娘，我深知文化交流和互相理解的重要性。两岸同胞同根同源，虽然社会制度不同，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致的。通过相互借鉴和学习，两岸都能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。小芳的孩子现在已经3岁了，健康活泼。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并且爱上了这里的医疗系统。他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台湾的医疗经历，帮助更多想要来台湾的大陆女性了解这里的医疗福利。我现在真的特别感恩能够在台湾生孩子，小芳说。虽然一开始有很多担心和不适应，但台湾完善的医疗体系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。现在每次回大陆探亲，我都会特意带上健保卡，因为它真的是我在台湾生活的保障。小芳的故事只是两岸婚姻中的一个小小缩影，但却反映了两岸在医疗福利制度上的差异。了解这些差异，不仅有助于即将会已经嫁到台湾的大陆女性做好心理准备，也能为两岸医疗体系的优化提供参考。我最近在劝我表妹也来台湾找对象呢。小芳笑着告诉我，虽然不能只因为医疗福利好就选择伴侣，但这确实是台湾生活的一大优势啊。我也笑了，但同时也提醒她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不能只看一时的福利政策。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的感情和价值观是否契合。是的，作为一名相亲红娘，我始终认为，婚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理解，而不是功利性的考量。两岸婚姻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，需要双方都具备开放的心态和跨文化的理解能力。话又说回来，像小芳这样因为一张健保卡省下10万医药费的故事，确实让人印象深刻。它提醒我们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。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构建更加公平、效率和人性化的医疗保障体系，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随着小芳在台湾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她对两岸医疗体系的差异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。特别是在孩子进入幼儿园后，她发现台湾对儿童的医疗保障体系真的是非常完善。台湾的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健康检查，还有专门的校医和保健室。小芳说，孩子在校生病或受伤，会得到及时的处理，这让我这个妈妈特别安心。在大陆，虽然很多学校也有医务室，但配备专职医生的情况并不普遍，医疗设备也比较简单。而在台湾，即使是幼儿园也会有护理人员定期巡视，关注孩子们的健康状况。有一次我们家宝宝在幼儿园摔倒擦破了膝盖，小芳告诉我，老师不仅立即进行了专业的处理，还详细记录了伤情和处理过程。放学时向我说明并提供了后续照顾建议，这种专业度让我非常感动。除了学校的健康照顾，台湾对儿童的预防医学也相当重视。从出生开始，每个孩子都会收到一本儿童健康手册，记录疫苗接种情况、生长发育曲线、视力听力检查结果等。政府还提供7次免费的儿童健康检查，包括身体发育评估、口腔检查、视力筛检等多项内容。这本手册简直就是孩子的健康档案。小芳拿出儿子的健康手册给我看，每次体检、打疫苗都会记录在上面，医生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孩子的健康历史。而且政府还会定期发送育儿知识和健康提醒，感觉整个社会都在关心孩子的成长。相比之下，大陆虽然也有儿童保健手册，但使用的规范性和连续性不如台湾。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定期检查，或者因为换医院看病而导致健康记录不完整。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，小芳也开始接触到更多台湾医疗体系的方面，比如台湾的牙科保健服务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台湾，健保每半年提供1次免费的洗牙服务，小芳说，而且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做牙齿检查，有问题的话会发通知单让家长带孩子去看牙医。这种预防为主的理念真的很科学。大陆近年来也在加强口腔健康教育，
但免费的预防性口腔保健服务还不够普及。很多人仍然是牙疼才去看牙医，错过了早期预防的最佳时机。除了医疗服务本身，小芳还发现台湾的整个就医环境也非常友善。医院和诊所通常设计的明亮舒适，有清晰的指引标识。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普遍很好，即使是最忙碌的时候也会保持耐心和微笑。我记得刚来台湾时，有一次去医院看感冒，小芳回忆道，护士阿姨不仅详细询问了我的症状，还特意放慢语速，用我能听懂的方式解释用药注意事项。结束时还贴心地问我，听得懂吗？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这种被尊重和关怀的感觉真的很温暖。当然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也不是没有问题。比如，由于健保给付较低，医院经营压力大，有时候会出现看病快、排队慢的现象。特别是在大型医院，没有预约的话，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。有一次，我带孩子去台大医院看专科，没想到人超级多。小芳无奈地说，虽然提前网上挂号了，还是等了2个多小时才轮到我们。医生看诊很仔细，但由于人太多，每人的时间确实有限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一直在推动分级诊疗制度，鼓励居民首先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，必要时再转诊到大医院。不过，大医院设备先进，专科齐全的优势还是吸引了大量患者，导致基层医疗资源相对闲置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一下两岸医疗文化的另一个有趣差异：中西医结合的程度。台湾人特别相信中医。小芳说，我婆婆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关节疼痛，第一反应都是去看中医。而且台湾的中医诊所到处都是，健保还给予部分补贴，真的很方便。确实，台湾对中医的认可度很高，中医在医疗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很多台湾人会同时看中医和西医，将2种医学体系结合起来。而在大陆，虽然中医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，但在城市年轻人中的认可度相对较低，更多人倾向于直接就诊西医。刚开始我有点不习惯，小芳笑着说，但后来发现台湾的中医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。我产后调理就是靠中医帮忙的，效果出奇的好。现在我感冒也会先喝中药，严重了才去看西医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芳越来越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她不再只是一个陆配，而是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一份子。她的经历也影响了周围的人，包括她在大陆的亲友。我妹妹去年结婚时特意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，就是受我的启发。小芳说，虽然大陆的基本医保覆盖面越来越广，但对特殊疾病和高端医疗的保障还是有限。有了商业保险的补充，才能真正做到病有所医。小芳的故事让我深刻认识到，医疗保障制度不仅关乎个人健康，更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。无论是台湾的全民健保，还是大陆不断完善的医保体系，都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重视和对公民健康权益的保障。我现在特别感恩能够享受到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福利，小芳最后对我说。但我也希望大陆的医疗保障能越来越好，让每个人都能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。毕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啊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小芳的故事就全部分享完了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丽姐相亲故事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对两岸医疗差异的看法，或者分享你自己的相关经历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